政府花上百亿建大式港口，绝不只是为了换个地方搬集装箱。当你还在感叹滨海湾的繁华时，大式港口的深夜里，成百上千台无人驾驶车正在悄无声息地运转。周边国家的港口正用极低的人力成本抢夺中转货源，而新加坡面对的是不可逆的老龄化和高昂的运营成本。如果港口不全面自动化，如果拿不下智能船舶的研发标准，马六甲海峡的区位优势很快就会被掏空。传统海事人的饭碗正被 AI 悄悄端走。这期视频，我们就用科技视角拆解新加坡海事研发新蓝图，看看自主港口和智能船舶的背后藏着怎样残酷的经济考量，又会如何重塑我们每个人的职业未来。要理解这场技术革命的紧迫性，得先看清海事业在新加坡的真实分量。这个行业贡献了全岛约 7% 的 GDP， 支撑着超过17万个工作岗位，很多家庭的公积金储蓄和退休规划都和它深度绑定。从外部看，全球供应链正在经历剧烈重组。你看一眼地图就会发现，马来西亚的巴生港、印尼的新港口都在扩建，试图分流马六甲海峡的中转货源。人家拼的是土地便宜，人工便宜。从内部看，新加坡极度缺乏土地，本地劳动力增长见顶，愿意去码头风吹日晒做体力活的年轻一代越来越少。靠人力堆叠的传统港口运营模式，在这里已经走到了死胡同。所以，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把所有市区的码头业务全部打包搬到最西部的大市，不仅是为了给南部的滨水区腾出黄金地段，更是背水一战。这份海事研发新蓝图不是什么面子工程，而是通过自动化和技术来应对这些压力。既然人力成本拼不过周边，那就只能转向算力、算法和自动化科技。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大市这个没有人的超级港口到底是怎么运转的。自主港口运营是大市港口的核心设计。到2040年全面建成时，这里每年预计处理6500万个标准集装箱，成为全球最大的全自动化码头之一。这套系统能跑起来，绝对不只是买几台无人驾驶车那么简单。真正的核心壁垒在于背后的调度系统。在传统码头里，卡车司机需要排队等候调度指令，效率极大地受到人的状态影响。但在大市港口，上千台全电动自动导引车全部由中央 AI 系统统一接管。这套系统会根据船舶靠港时间、集装箱重量和天气条件，在短时间内计算出最优搬运路线。自动化起重机使用激光扫描和摄像头，误差控制在毫米级。这套全自动化系统打破了人类生理极限，可以真正做到全天候保持最高效率运转。除了调度，这套系统还具备预测性维护能力。通过遍布港口设备的物联网传感器， AI 能在起重机或 AGV 发生故障前提前预判并安排检修，把停机时间压缩到极限。对航运公司来说，港口周转时间直接影响成本。如果新加坡的无人港口能比周边国家的传统港口快 10%， 整体周转率高出 20%， 那些大型货轮会把这里作为首选中转站。机器替代人，在这里不是为了省人工费，而是为了实现整个系统运转效率的指数级跃升。自主港口是守住现有业务，而智能船舶和绿色海事关系到更长远的竞争力。蓝图里提到的智能船舶，不只是让船自动航行，新加坡正在测试远程领航技术，领航员不需要登上货轮，而是通过 5G 网络和多传感器融合，在控制室里把船安全引进港口。谁掌握了智能船舶的通信协议、数据标准和安全认证，谁就在未来的航运标准制定中有更多话语权。另外，全球航运业正在向甲醇、氨等绿色燃料转型，传统的燃油加注中心面临重新洗牌。新加坡投入海事研发，
也是希望从传统燃油加注延伸到绿色燃料加注领域。在这个行业里，标准制定者往往能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政府砸这么多钱搞研发，终极野心到底是什么？答案很简单，摆脱单纯的港口搬运工身份，转型为全球海事科技的规则制定者和技术供应商。有人会问，这些技术升级对普通上班族有什么影响？传统上需要体力的港口工作岗位会逐渐减少，但新的岗位也在出现，比如系统工程师、算法调度人员、海事网络安全分析师和绿色能源监控员。这些岗位对技能的要求更高，薪资水平也相应更高。政府推广的 Skills Future 计划，目的是帮助本地居民适应这种转型。如果本地劳动力的技能跟不上，这些新岗位可能会更多开放给外籍员工。海事研发蓝图带来的不仅是港口的变化，也对本地劳动力的技能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回望历史，新加坡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南洋小渔村，发展到今天的全球集装箱中转枢纽，靠的不是自然资源，而是对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大式港口的自动化和智能船舶的研发，是这个行业应对未来挑战的一种方式。对于普通人来说，技术变化会淘汰一些旧岗位，也会创造新岗位。你认为你所在的行业在未来5年内会受到自动化的明显影响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如果你想继续了解新加坡经济与科技领域的长期趋势，可以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期再见。